AI 系勢已經崩塌。這不是我說的，這是華爾街那個勝率高達 85% 的特斯拉頭號鐵粉 Trey Chowdhury 在最新研報裡原封不動的一句話。過去10幾年，不管特斯拉遭遇產能地獄，還是被華爾街集體做空， Chowdhury 始終像個護犢子的老父親。但在這幾天，他突然翻臉了，不僅給出了強烈的賣出評級，還一刀把目標價砍到了讓人倒吸涼氣的$150，更把如今的特斯拉和當年從84塊錢一路跌到不到2塊錢的 3D Systems 直接畫上了等號。很多人看到這個新聞，第一反應是這哥們瘋了吧，或者覺得不過是華爾街又一次普通的評級下調。錯，大錯特錯。如果你手裡現在還拿着特斯拉的股票，或者你正準備抄底，今天這期視頻你必須逐字逐句的看完。這根本不是什麼普通的看空報告，這是一場針對特斯拉1.4萬億美元市值的終極審判。今天我將帶你穿透華爾街極其隱蔽的暗地交易數據，扒開 FSD 底層的黑盒算法，把你平時根本看不懂或者容易忽略的真實財報一層一層撕開。咱們先看底牌，只看數據，不講故事。去年特斯拉全球交付量164萬輛，同比下跌將近 9%， 這是特斯拉歷史上第一次出現年度交付負增長。而同一年，比亞迪純電車型交付了多少呢？226萬輛。總營收方面，據初步數據，比亞迪2025年營收超過1000億美元，歷史性的將特斯拉的948億踩在了腳下，王座已經易主了。你以為這就算慘了？更致命的是利潤，特斯拉2025年净利潤暴跌了 46%， 只剩38億美元。2022年巔峰時期，賣一輛車淨賺12000美元，傲視全球整個汽車工業。但到了2025年第4季度，為了打價格保命戰，單車淨利潤已經暴跌到了可憐的2000美元左右，縮水幅度高達 83%。 再看第4季度的財報，總營收249億美元，同比下滑 3.14%， 淨利潤只有區區的 8.4億，同比暴跌 61%。 淨利潤率呢，跌到了冰點的 3.37%。 但是特斯拉現在的市盈率卻依然高達340多倍，核心主業在瘋狂的失血，憑什麼股價還撐在380多美金呢？因為馬斯克給華爾街畫了一張名叫 Robotaxi 和物理 AI 的驚天大餅。搞清楚這一點很重要。特斯拉能維持這上萬億美元的估值，從來不是靠賣那幾款電車，它靠的是一個極其脆弱的雙循環共生模型，用賣車賺來的辛苦錢造血，去填補每年上百億美金的 AI、超級計算機和人形機器人的吸血窟窿。只要車還在賺錢， AI 的故事就能一直的講下去。但現在的問題是，造血的快要窒息了，吸血的胃口卻越來越大。這就不得不聊到特斯拉的命根子 FSD 完全自動駕駛技術。特斯拉走的是純視覺加端到端神經網絡路線，簡單說就是直接吃進攝像頭的畫面，通過一個巨大的黑盒網絡輸出方向盤和油門的指令。不可否認，它處理 99% 的常規路況時確實很像老司機，但自動駕駛的深水區是那最後 1% 的極端邊緣場景。這就好比讓一個學霸瘋狂的背題庫，前 99% 的常規題他能倒背如流，拿滿分，但最後 1% 的超綱題，因為題庫裡從來沒有出現過，他一上考場直接交白卷。在自動駕駛的世界裡，交白卷是要出人命的。
端到端系統的致命缺陷就是它是個黑盒，沒有因果推理的能力。車子撞了格雷頓，工程師根本不知道為什麼，因為系統沒法告訴你邏輯，只能說神經網絡的權重算出來的就是這樣。為了修復這個最後的1%，特斯拉只能瘋狂地往超級計算機裡投餵視頻，重新訓練。但這會引發機器學習裡一個無解的問題：災難性遺忘。系統學會了怎麼處理複雜的無保護左轉，結果突然莫名其妙地忘記了怎麼過普通的環島，按下葫蘆起了瓢。這種全局耦合的黑盒特性，導致 FSD 越往後升級，邊際效用遞減的越厲害。更要命的是，為了省成本，馬斯克執意地砍掉了激光雷達和毫美波雷達， FSD 只能靠攝像頭的2維像素視差來估算3維深度。攝像頭是被動的光学傳感器，遇到強烈的逆光、暴雨或大霧，它就瞎了。這會產生幽靈剎車，把地上的陰影和反光的標識牌當成障礙物，高速上一腳急剎，極其容易引發連環的追尾。哪怕最新版本已經大幅的改善，這個系統性的隱患在自適應巡航模式下依然存在。更要命的是漏箭。面對橫穿馬路的白色重型卡車側面，視覺網絡很容易把它和明亮的天空背景混淆，然後毫不減速的直接撞上去。沒有激光雷達提供絕對的物理點雲測距，對於一台設計上就沒有方向盤的 Cybercab 來說，單一傳感器的物理缺陷就是無法掩蓋的致命死穴。我們用最核心的指標關鍵干預間隔里程來對比一下。根据北美用戶社区众包數據， FSD 在城市複雜路況下的關鍵干預里程，從舊版本的幾百英里到最新版本最好的情況下的1000多英里，仍在低位掙扎。專業獨立測試機構 AMCI 對 FSD 舊版本進行超過1000英里的嚴苛測試，結果是75次的關鍵干預，平均每13英里就需要人類接管一次。而行業公認的 L4 領先者 Waymo 呢？截至今年初， Waymo 已累計超過 1.25 億英里的完全無人駕駛里程，每次碰撞間隔約10萬英里，車內全程沒有任何的安全員，兩者差了整整幾個數量級。要實現真正的無人駕駛商業化，關鍵干預里程至少要達到50萬到70萬英里。以特斯拉現在的架構，還要實現1萬倍的性能提升。那你可能要問了，既然技術還沒有成熟， Cybercab 為什麼敢在德州搞無人駕駛出租車測試呢？說難聽點，這更像是在搞監管套利。為什麼選德州不選加州呢？因為加州法律規定，你必須老老實實的上報每一次的人工接管數據，而德州不需要，沒有數據公開就沒有醜聞，這哪裡是商業化落地？這分明就是一場為了穩定股價的公關秀。實際測試數據簡直讓人想笑。馬斯克說，年底前要部署500輛完全無監督的 Robotaxi， 但主力測試車隊根本不是沒有方向盤的 Cybercab， 而是30-40輛改裝的 Model Y， 同時出車的往往不超過10輛。1月22號，馬斯克高調宣布，奧斯汀 Robotaxi 車內無安全員，但視頻證據當場打臉。這些所謂的無監督的車輛，全程都被黑色特斯拉跟蹤車近距離尾隨，跟蹤車內坐滿安全員。更絕的是，一位特斯拉鐵粉專程趕到奧斯汀，連勝42次，每次車內都有安全員。無監督版本只在媒體的鏡頭前露了個臉，然後就消失了。特斯拉根本沒有取消安全員，他們只是把安全员從車裡請到了車外。根據 Electrek 對今年1月前後車隊的獨立跟蹤估算，這支車隊在線可用率只有可憐的19%。跟着 NASA
截至3月最新備案数据，從2025年6月奧斯汀上線至今，大約80萬英里內已經發生15起碰撞或刮蹭，平均每57000英里出一次事故。如果按 NHTSA 的口徑換算，普通美國駕駛員平均每50萬英里才出一次事故。特斯拉這套系統的事故率比人類糟糕將近4倍。更要命的是，這還是每輛車內坐着安全員隨時接管的情況下，而馬斯克口中那支完全無人監督的車隊，全奧斯汀實際上只有1輛，還被圈在了一小塊的區域裡。硬件基本盤在失血，軟件 AI 又撞上了物理高牆，但這還不是最要命的。就在這個節骨眼上，比亞迪帶着國產新能源大軍殺過來了。人家不僅在全球銷量上完成了反超，而且是在用更低的價格實現了比特斯拉健康的多的利潤率。當 FSD 的魔法棒失靈，當你的車沒有了 AI 光環加持，在比亞迪的規模化制造和成本控制面前，你就是一個昂貴且落後的鐵皮盒子。你的底盤、你的內飾、你的更新換代速度，拿什麼去卷呢？特斯拉的底層邏輯已經出現了不可逆轉的斷裂。雖然 FSD 撞牆已經是行業內公開的秘密，財報也爛成這樣了，為什麼股價直到今天，直到 Charterway 發了這份末日報告，才迎來真正的價值重估呢？這中間巨大的時間差裡，到底是誰在維持股價的繁榮呢？又是誰在瘋狂的套現呢？接下來的數據，如果你手裡還持有特斯拉的股票，可能會讓你感到一絲的不適。先看機構在幹什麼。根據最新披露的2025年第4季度末 13F 文件，摩根士丹利已將其特斯拉持倉連續3個季度削弱，自2024年至今累計賣出約960萬股，減倉幅度高達 21.2%， 持倉量跌至2023年以來最低點。而在 Q3 時，美國銀行單季已減持613萬股，巴萊克減持419萬股。主動管理型機構的逃亡仍在持續。更諷刺的是，誰在接盤呢？先鋒領航，那個指數成分都不敢不買的被動基金 ，Q4 一口氣的增持了654萬股。這不是信仰，這是沒有選擇。就在3月13號，市場上突然出現了一筆極其詭異的交易，行權價高達670美元的深度虛值看漲期權，單日成交了驚人的53667張。很多人一看，有人花大價錢買了670塊的看漲期權，這肯定是華爾街神秘巨頭在重金押注特斯拉翻倍，利好快衝。不是的，這是機構做市商為了掩護自己在現貨市場砸盤做出的對沖假象。這就好比賭場老板在台面上瘋狂的押注豹子，制造馬上就要出大獎的繁榮假象，背地裡卻在偷偷的搬空保險櫃。因為特斯拉的波動率太高了，馬斯克又是個不按套路出牌的人，機構在暗池裡大量做空，為了防止他突然發個推特被拉爆，就去買入大量極其便宜的深度虛值看漲期權當保險。一旦懂了這個期權對沖邏輯，你就會倒吸一口涼氣。那幾萬張看漲訂單根本不是進攻的衝鋒號，而是華爾街主力資金大撤退時扔下的煙霧彈。就在錄視頻前的這一周裡，市場上還出現了2筆詭異的期權交易。3月18號到期的400美元看漲期權，單日成交近39000張合約。訂單流穿透之後，真相極其殘忍，高達 79% 的交易量全是散戶。但你以為他們是在抄底押注反彈嗎？根本不是，這裡面 54.5% 的單子全是賣出開倉。再看3月23號到期的末日期權， 75% 是散戶，賣出比例
高達 61.6%。這說明什麼呢？散戶大軍已經被深度套牢，陷入了行为金融學裡最典型的沉沒成本謬誤。面對每天跌跌不休的股價，他們只能被迫去賣出手裡的看漲期權來回血。當你在評論區高喊逢低買入，信仰馬斯克，掏出辛苦賺來的錢，在$380高位接盤的時候，華爾街正在用你的真金白銀對沖他們做空特斯拉的風險，機構在買極度稀值的看漲期權當防彈衣，散戶卻在賣出平值的看漲期權賺鋼镚。在華爾街量化機器人的眼裡，你們只是對沖他們尾部風險的完美提款機。科技的盡頭是金融，而金融的盡頭是吃人。機構跑了，多頭反水了，特斯拉到底值多少錢呢？美國銀行的內部估值模型給出了答案。在特斯拉的市值裡，Robotaxi 無人出租車占了 45%，Optimus 機器人占了 19%，FSD 自動駕駛占 17%， 加起來算整整 81% 的估值，全是建立在還沒商業化且面臨巨大技術死胡同的 AI 敘事上的。而真正能造血的汽車製造業只占到了可憐的 12%， 儲能業務占 6%。 說白了，你花380多塊錢買一股特斯拉，裡面就有將近300塊錢是在為下一個的科幻電影買單的。如果 AI 敘事徹底的崩塌，我們直接把這 81% 的 AI 溢價切掉，只保留賣車和賣電池的實體價值，特斯拉每股的靜態殘值只剩下不到$70。你可能覺得這太極端了。那好，我們用華爾街最嚴謹的自由現金流折算模型 DCF 再算一遍。假設汽車收入未來幾年只有 2% 的微弱增長，儲能業務保持 25% 的高速增長，再把馬斯克為搞 AI 要燒掉的$200多億資本開支直接從現金流裡扣掉，按照 11.5% 的資本成本折現回來，你猜算出來的企業公允價值是多少呢？恰好就是$128到$165之間。所以 Chartery 喊出的$150目標價根本不是惡意的做空，更不是瞎喊，這是一個極其嚴謹的數學推演，把特斯拉重新拉回優秀汽車與清潔能源企業的地平面。$150不僅合理，他甚至還給馬斯克留足了面子。但如果市場徹底的絕望了呢？如果華爾街連這點面子都不給了呢？終極壓力測試來了。如果華爾街開始把特斯拉當成豐田、福特這樣的傳統重資產車企估值，豐田市盈率常年只有10倍左右，我們就算大度一點，給特斯拉15倍。2025年，特斯拉實際每股收益暴跌到了只有$1.18，1.18乘以15倍等於多少呢？17.7。華爾街最大的空頭機構 GLJ Research 更是把各項業務對標同行後一頓狂砍，直接給出了$25.28的目標價，25塊錢，從現在將近400塊的高位跌下來，意味着高達 93% 的絕對下行空間，像剝洋蔥一樣一層層扒掉。$380，幾竿 AI 溢價剩下$150，對標豐田只剩$25，這才是藏在財報最深處的底價。底價深不可測，信仰正在崩塌。馬斯克極其聰明，他比誰都清楚，絕不能讓市場把特斯拉和汽車公司畫上等號。一旦畫上等號，估值體系就會瞬間的雪崩。那怎麼破局呢？他的答案是砸鍋賣鐵，自己造芯片。根據最新的財報電話會和供應鏈消息，特斯拉今年的資本開支指引直接翻倍，飆升到了驚人的$200億以上。這筆錢絕大部分不用來研發新車，
而是要投入一個名為 Terafab 的宏大計劃，在德克薩斯州親自下場，建立一座極其先進的半導體芯片工廠。但先別急着給馬斯克封神，這是全篇最硬核的靈魂拷問。造車利潤率都快跌沒了的特斯拉，哪來的幾百億美元現金流去玩台積電才玩得起的芯片重資產遊戲呢？馬斯克自己報出來的數字是200到225億美元，但巴萊克銀行分析師當場給他潑了一盆冷水，實際造價極可能超過500億美元，而且還不止一個數量級。更要命的是，這筆錢特斯拉的 CFO 親口承認，尚未算進今年超過200億的既有資本開支裡。也就是說，兩筆錢疊加，特斯拉今年面對的是一個400億美元起步的現金黑洞。這就好比一個連炒土豆絲都開始虧本的飯店老闆，為了證明自己還能做出滿漢全席，突然要花光賬上所有的錢，包下一整座大山，自己種水稻、挖鐵礦、自己打鐵鍋。在商業的邏輯上，這極其違背常理。特斯拉賬上確實還有440多億美元的現金儲備，但2025年，特斯拉辛辛苦苦賣車賣電池，真正落到口袋裡的自由現金流只有62億美金。如果汽車主業繼續的失血，還要每年硬扛200多億美元的資本開支，這家公司的自由現金流在今年極有可能被打成負數。高盛分析師在財報後直接寫道：我們預計特斯拉2026年全年將出現負自由現金流。華爾街機構共識的預測是，今年全年現金流消耗高達負41億美元。Electrek 摩根士丹利也同步下調了目標價，直指今年超過200億的資本開支將讓現金流承壓。一旦現金流斷裂，等待特斯拉的就是被迫的向華爾街低頭，進行極其欺辱的增發融資。特斯拉必然會像2020年那樣，在高位啟動 ATM 場內增發，用它現在1.4萬億的虛高市值做掩護，只需要增發1%出頭的股票，就能輕輕鬆鬆的從散戶的口袋裡套走150億美金。而被稀釋出來的這筆錢，馬斯克拿去幹嘛了呢？今年1月，特斯拉拿了上市公司賬上的20億美金，去投資了馬斯克私人控制的 xAI。結果幾周之後，馬斯克麾下的另一家私人巨頭 SpaceX 火速把 xAI 給收購了。左手倒右手，上市公司的錢就這麼變成了私人商業版圖的養料。更絕的是 Terafab， 馬斯克在發布會上自己都承認了，這個廠子造出來的芯片，80%的算力要送上太空，給 SpaceX 的衛星用。你想想這筆錢，馬斯克在特斯拉只佔13%的股份，但在 SpaceX 他佔到了43%，還擁有絕對投票權。特斯拉的股東出了250億的血汗錢，扛着主業暴跌的風險，最後造出來的頂級芯片，大部分卻送給了還沒上市的 SpaceX。在特斯拉賺1塊錢，馬斯克分1毛3；在 SpaceX 賺1塊錢，馬斯克分4毛3。華爾街這群人精能連夜出逃算錯這筆賬嗎？ Chargery 的這份看空報告哪是什麼神預測？這不過是華爾街機構在暗池裡出貨完畢、安全撤退之後，一腳踢翻桌子的信號槍罷了。那些被物理 AI 改變人類未來的這種宏大敘事洗腦的散戶，他們已經被套在了一個科幻的故事裡，進退兩難。他們寧願相信財報裡暫時的陣痛，也不願意承認那個萬億市值的 AI 童話正在破滅。今年注定是所有偽 AI 公司的現形元年，靠 PPT 和願景支撐估值的黃金時代已經徹底結束了。在這個殘酷的重估週期裡，你的認知速度如果趕不上資本的變臉速度，你的資產
就會成為代價。這個叫 TabFab 的250億怪物，到底是人類文明的基礎設施，還是馬斯克用來掏空特斯拉、掩蓋 AI 破產的終極龐氏騙局呢？這裡面的水深到你無法想象。下期視頻我們將繼續深扒 TabFab 和馬斯克的太空算力陰謀，看看這個試圖把數據中心搬上天的瘋狂計劃到底有多魔幻。你認為特斯拉真正的底在哪呢？是150美元、25美元，還是你已經有了自己的答案呢？評論區告訴我你的底牌。不想被算法洗掉，請立刻點讚、訂閱並打開小鈴鐺。這裡是明夜3000里的頻道，咱們下期再見。